联合国涉俄侵略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其中重要细节被隐藏，有些人想拖中国下水。欢迎来到星斗观天下。最近，在国内互联网媒体上突然出现一则消息，就是中国首次对含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内容的联合国决议投了赞成票，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立场改变了呢？很多人还在问这个新闻是不是真的。事实是，投赞成票这事儿确有其事，但是不完整却断章取义，隐藏了重要的细节。这个联合国的 A77L65 号决议内容是联合国与欧洲委员会的合作，这个决议整体上与俄乌冲突没有直接联系，但是案文的前言部分，也就是第9段中含有俄罗斯在侵略格鲁吉亚后侵略了乌克兰这样的表述。俄方认为这是在夹带私货，所以提出要删掉这一段。根据联大议事规则，大会对第9段进行了单独表决，结果赞成票81张，反对票10张，弃权票48张，中国投了弃权票，等于说俄罗斯的提议被否决了。最后在全案表决中，中国投下了赞同票，而且中方这样做也不是第一次了。在去年11月，联合国 A77L19 号决议，也就是联合国与中欧倡议合作的决议案，表决的时候也曾对特定段落，即前言中的第3段俄侵略乌克兰投了弃权票，但是给整个提案投了赞同票。对此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中国一直坚持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保持中立，坚持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和评价，坚决不选边站。中国既没有参加对俄罗斯的制裁，也不赞同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个立场绝不会发生变化。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在这一问题上要无条件的与俄罗斯保持一致，或者是全面绑定。上述2个议案对中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一个是关于联合国与欧洲委员会的合作，另一个是联合国与中欧倡议的合作。中国已经在段落表决环节弃权，间接支持了俄罗斯，无奈赞同的国家更多，所以中国也无力改变表决的结果。但是中国不可能因此就否决整个议案，反对联合国与欧洲的合作，那不就成了与欧洲为敌了吗？中国最不想看到的局面就是美欧联合遏制中国，所以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主动与欧洲对抗。我想中国与俄罗斯在联合国就一些议案的表决策略一定是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俄罗斯也应该理解中国的做法和最后的结果。但是有些人要不然是因为不懂，要不然是因为别有用心，或者是有妄想症，因此就断定风向发生改变了，甚至还把表决与当天发生的中国乌克兰高层通话联系到一起，得出中国要改变对俄乌冲突的立场的结论。我也看到有个别俄罗斯专家写文章，也是以上述表决为理由，认定中国放弃了俄罗斯，甚至还找出了貌似很合理的解释。他说是因为俄罗斯在战场上表现太差，中国对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前景失去了信心，所以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关于中方的立场，外交部一再强调，关于领土主权问题，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俄乌双方对中方的立场也一直都是了解和认可的。上述那些断章取义的虚假信息，或者是妄自揣测，既是在歪曲中方的立场，也是在离间中俄关系。也不排除某些人故意想把水搅浑，把中国卷入地缘政治的漩涡。究竟是谁在想拖我们下水呢？好的，这个话题先聊到这里。如果您反对带节奏煽动情绪，支持冷静客观的分析，请关注点赞并转发。